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早在20多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曾经说，中国的经济增速必须要保持高速增长，这样才可以保证基层社会的稳定。吴教授测算的结果是，中国必须保证每年 GDP 增速不低于8%，如果低于5%，就会很难维持基层社会的社会秩序。最近的一些承包土地收获的土豆遭哄抢，以及广东怀集洪灾民众打劫超市，就完美的印证了吴教授的理论。今天的视频，我会深入的和大家分析，在如今的经济大环境下，国内的社会基层秩序已经开始瓦解。日前，安徽宿州一片500亩的土豆种植基地遭到哄抢。现场画面显示，多辆农用3轮车停靠田边，大批村民携带麻袋聚集，将成熟土豆装车运走。承包户曾先生称，从6月10日起，每日超500人涌入农田，连续4天哄抢其尚未收获的土豆，损失近100万斤。视频显示，村民使用3轮车、麻袋等工具，有组织的哄抢，场面失控。曾先生报警后，当地警方回应法不责众，并建议其删除相关视频，以免影响扩大。曾先生表示，起初他尝试劝阻村民，但人群并未停止捡拾行为。警方赶到现场后，面对聚集的人群不敢轻举妄动，而法不责众的说法引发了舆论热议，被认为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警方的处理方式深刻地暴露了基层执法的困境。近年来，政府在农村法治建设上，如扫黑除恶、土地纠纷调解，投入较大。但随着经济的恶化，曾经被压下去的矛盾如今再度显现。但是由于经费的限制，如今处理矛盾更加困难。而另一起法不责众事件已经开始直接抢现金了。2025年6月19日，广东怀集县赵一鸣零食店在特大洪水退去后遭人群哄抢，店内物资及现金被洗劫，引发社会关注。2025年6月18日，怀集县遭遇建站以来最大洪水。绥江怀集站洪峰水位达55.22米，超警戒水位5.22米，致全县超18万人受灾。洪水期间，赵一鸣零食店员工曾冒险将部分货物转移至2楼。6月19日下午6时左右，洪水退去后，大量人群涌入零食店哄抢物资。据隔壁商户描述，店内商品一扫而空，损失约90%。收银机内数千元现金也被拿走。有疑似当地网友在网上号召零元购，声称法不责众。怀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已移交公安处理，当地政府称后续将发布通报。如果说这2起事件属于民众的违法行为，那么多次被网友曝光的各个自然景观的景点被圈起来收费，就是地方政府的官方行为了。近日，有网友称，在西藏冈仁波齐大断崖景区看到守望神山拍摄基地公示牌，拍摄大断崖或湖心岛每人收费800元。6月19日，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政府通报，经调查，第三方企业西藏七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巴嘎镇雄巴村违规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在未获相关行政许可下擅自设旅游打卡点，并违规高额收费。而甘肃扎尕那景区一则消息更令人瞠目结舌，竟把国道归入景区范畴，堂而皇之的设立收费门，依游客标准收费。在这条长达48公里的道路上，若通行超过3小时，就要掏出大把钞票。据了解，一切争议的源头来自于扎尕那景区2024年8月起实施的48公里生死时速新规，从景区南门到北门，国道 G248 刚好横跨景区，全程恰好48公里。景区宣称正常通行1小时足够，却慷慨给出3小时时限，一旦超时，系统自动判定你为游客，出门请补80元门票。面对潮水般的质疑，景区工作人员振振有词：“我们有批文。”
文旅局批准的。2018年，中国完成了地税和国税的合并，这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部分。改革的目的是提高税收效率，统一税收政策执行，减少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税收合并使得地方政府无法通过地税局直接干预税收执行，直接减少了收入，如税收返还。同时，2018年以后，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也逐步由税务部门征收，进一步压缩地方财政灵活性。2024年，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县级财政收入下降，部分地区财政收入同比下降5%至10%，更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实际上，在中国享受全球化红利、高速发展的40年期间，落后地区并没有得到很多利益。相反，当如今中国的廉价商品被全世界抵制，国内的这些落后地区却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因为国内的互联网购物模式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通过互联网购物，让江浙沪这些发达的制造业地区彻底挤压了国内落后地区的最后一丝生存空间。那里的人们通过互联网购物付费，本地的小商业破败凋零，本地的制造业彻底破产。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是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当年对8%经济增速的预警，还是今天我们亲眼目睹的土豆哄抢、超市洗劫，以及各地层出不穷的圈地收费乱象，都在无声地印证着一个严峻的事实。当经济的引擎不再强劲，当地方财政的压力日益增大，曾经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社会底层矛盾便会像洪水猛兽般倾泻而出。基层社会的稳定基石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当法不责众成为某些人铤而走险的借口，当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不惜竭泽而渔，这些现象不仅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更在瓦解着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强劲的经济支撑，更需要健全的法治和稳定的基层秩序。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们不得不担忧，未来的社会将走向何方？个体的生存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秩序面临的挑战，你有什么样的思考和感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宝贵意见，我们共同关注，共同探讨。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唱戏不怕嗓门高，京东大户可不怕小，剃头的不怕脑瓜小啊，死猪不怕那开水浇啊。